相信老粉丝都知道，老烟斗在第3季第1集的节目中做了一期关于斯兰达人的视频，反响自然不用说，凭借我这英俊的面孔，自然是大受欢迎了。所以本期我们就继续延续这个话题，来说一个黑瞳少年的都市传说故事。关于黑瞳少年，大家可能很少听说，但是在美国他的名声却是极大的。传说中，这群所谓的黑瞳少年有着匪夷所思的全黑色眼睛，没有眼白，没有虹膜，也没有瞳孔，所以没有人能窥探到他们的心灵，因为那里只有黑暗。当你和他们对视时，你会感到一股无法摆脱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他们通常独自或者2个一起行动。如果你是在偶然情况下遇见他们，你会看见他们在玩耍或是唱一些儿歌，但是当他们发现你的存在时，他们会顿时停下来，用那双暗黑色眼睛冷漠地注视着你。如果形势许可的话，他们甚至会走上前，用一种不是小孩子应有的自信询问你可不可以带他们回家或者上你的车。之后他们会用那双乌黑色的眼睛紧瞪着你，如果你不幸和他们的眼睛对上，就会被他们催眠，感到头昏脑胀，失去判断能力。最早出现关于黑瞳少年的传说是在1998年，一名德国记者贝尔曾2016年，一对夫妻下班回家后，正在做晚餐时，突然听到十分急切的敲门声。因为前一天下了大雪，他们担心门口马路是不是发生了车祸，所以他们急忙开了门。但没想到的是，门口只有一男一女2个小孩，差不多8岁左右。而且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大冬天的，这2个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却十分单薄。夫妻俩出于好心，将这对孩子拉进了门。但是他们家的猫似乎对这2个不速之客并不友好，不断地发出嘶嘶声。当时他们也没有多想，甚至提出给2个小孩来杯可可温暖身子。不过不管他说什么，2个小孩都只是回答一句话：我们的父母会马上过来的。当他们带着2杯可可递给小孩的时候，却发现2个小孩的眼睛像黑猩猩一样黝黑，没有一点眼白。也许是意识到什么，2个黑瞳少年提出可不可以使用卫生间。夫妻俩尽量试图保持冷静，并告诉2个孩子卫生间的具体位置。当2个孩子去卫生间以后，丈夫却莫名其妙地开始流鼻血。当她试图给丈夫找卫生纸的时候，却发现2个孩子站在大厅里死死地盯着她，然后说了一句：我们的父母来了，就径直开了前门，消失在黑夜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的丈夫被诊断出患有侵略性皮肤癌，而她也偶尔会莫名其妙地流鼻血。对此，她自己认为所有这一切肯定和那2个黑瞳孩子的造访有关系。看到这里，如果你认为黑瞳少年是老美的特产，那就错了，因为黑瞳少年最新出现的记录是在中国。曾经一个成都的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件事，那天他父亲生病，特意用了年假请假开车回家，
晚上11点多加完油出加油站的时候，遇上了3个感觉像是初中生的小男孩，穿着运动服向他摆手示意让他停车。这位网友没有想太多，他停了车，按下车窗，3个小男孩上前要向他搭话。他近看才发觉，这几个小男孩感觉不太像中国人，也看不出是哪国人，面无表情，而且长得一模一样。重点是完全没有看到眼白，全是黑瞳。因为对方是小孩子，觉得也造不成什么伤害，所以他才放下了戒心。但当排头的用标准的成都话跟他对话时，他顿时吓了一跳。男孩问他能不能捎他们一程，他们的家就在前面。但网友很清楚，前面是没有住宅区的，所以他还特意问了一句是不是记错了。但男孩却一直重复说就住在前面。听到男孩的话后，网友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提出帮他们报警。但是当他拿出电话准备拨打时，那个少年却突然表现得很生气，伸手想要抢夺他的手机，而且力大无穷。争执中，网友的手机被他扔了出去。接着少年开始不断踹他的车，口中还是一直说着就住在前面。网友感到十分害怕，马上开车跑了。到了前面另外一个休息站，他下来看才发现车体钣金凹了大洞，感觉被车撞一样。虽然像上述有关黑瞳少年的传说有很多，但事实上有不少人质疑黑瞳少年的真实性。因为首先黑瞳少年实在太受欢迎了，在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小说等等都可以看到黑瞳少年的踪影，不排除有人为了成名跟风而捏造一些报告的可能。除此之外，黑瞳少年的故事实在太容易创作了，很多情节都有固定套路。刚开始黑瞳少年总会先提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如借电话、掉了锁匙、顺风车，希望主动邀请他们进去，然后人们会察觉到他们那双奇特的眼睛，接着会感到强烈的恐惧，之后情不自禁转身逃跑。所以说你只要修改一下地点时间，不用3分钟便可以有一个热腾腾的黑瞳少年报告出炉了。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观点，与更多网友一起文明交流。最后，对黑瞳少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烟斗，回复黑瞳少年获取更多例子。本期结束，我们下期再见。